我是一条被全族嫌弃的人鱼，却生出了上古圣兽，而我姐姐水界的人鱼族公主孵出来的全是发臭的煤蛋。我与姐姐选夫婿那天，姐姐选了麒麟族的王子，而我却被随意许配给了捡来的蛟蛇墨渊。婚后3年，姐姐没给麒麟族产下1颗蛋，成了各界挂在嘴边的笑柄，而我的夫君蛟蛇墨渊竟是龙族太子的化身。婚后我诞下12个金光闪闪的蛋，成为龙族太子妃。姐姐嫉恨我，用妖术扼杀了我12个孩子，还趁我沉眠之际将我折磨致死。在睁眼，我们都回到了选择夫婿的这天。姐姐幽离伸手一指，指向了人群里平庸的墨渊，我要选他当我的夫君。周围的人都被他这操作给惊呆了。要知道，幽离可是人鱼族身份尊贵的正统大公主，她的母族是显赫的金鳞人鱼一族，可墨渊呢，不过是兄长从路边随便拎回来的一条蛟蛇罢了。父王看他这副认真的模样，又追问了一句：幽离，你确定真的要选他吗？可幽离的眼里除了墨渊谁都装不下。那一刻我心里就透亮了，他也跟我一样重生了。在上一世里，那个还没变成龙族接班人墨渊是被指派给我的，直到成婚之后，他才显露出真正的神威，让我这个原本不显眼的人鱼庶女成了龙族太子妃。3年时间，我生了3窝蛋，每一颗都金光闪烁，贵不可言。因为生了这些了不起的孩子，各界大佬都自动忽略了我卑微的出身，对我客气的不得了。反观选了麒麟族王子北冥的幽离，连着3年肚皮都没动静，1颗蛋都没生出来的他，成了各界茶余饭后的头号笑话，背后都喊他是不会产卵的母鱼。就在我第10个孩子快要破壳的时候，他极度的发了疯，觉得我一个庶出的凭什么过得比他好。他竟然去借了10股毒火，烧焦了我4颗还没孵化的金蛋，还趁着龙族内乱的空档，用阴毒的手段弄死了我9个幼小的儿女。那种打击让我提前进了沉眠期，也给了幽离下死手的机会。他用各种兵器疯狂虐待我，杀了我这个亲妹妹还不算，死后还把我的身子剖开，将我苦练多年的圆珠生生捏碎。每当想起这些，那种刻骨铭心的疼还是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此时的幽离一脸势在必得，根本不听长老们的劝，死活非要选墨渊，还大言不惭地说出身不重要，以后哪怕夫凭妻贵，他也配得上人鱼族驸马的身份。可实际上只有我清楚，幽离看上的哪是墨渊这条蛟蛇，他想要的是他背后的龙族江山，还有他那所谓强大的基因。大公主，你可得想好了，我们这些正牌王子在这站着，你非要挑着泥潭里的蛟蛇。面对别人的质疑，幽离像护宝贝一样护着墨渊。父王脸上露出几分难色，见状只好改了主意。原本墨渊是要配给希洛的，既然你这么中意就给你吧，只是希洛这边，他知道那些有头有脸的王子其实都瞧不上我，毕竟我虽然顶着3公主的名号，可亲娘只是地位低下的银鳞人鱼，身份跟其他姐姐根本没法比。我直接看向人群里那一抹显眼的白衣，那是北冥。我迈步走到他面前，大大方方的开口：父王，我想选他。人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嘲讽，水麒麟一族的王子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个输出的银鳞人鱼女？父王也怕丢人，劝我再重新挑挑。可就在这个时候，北冥竟然表态了：我愿意娶3公主为妻，让她当我的王妃。看着眼前这个前世只见过2面的男人，我心里其实有点打鼓。幽离一看这情况，立马跑过来装好人：三妹也是公主，跟水麒麟王子也算门当户对。他还凑到我耳边小声炫耀：妹妹，你可一定要争气，多给麒麟族生几个孩子。我瞬间就明白了，他这是断定我会跟前世的他一样，落个不产卵的凄惨下场。难道说这北冥真的在哪方面不太行？我跟幽离在同一天出嫁，我被麒麟族风光无限的迎亲队伍带走了，而幽离那边连轿辇和新房都是父王自掏腰包准备的。成婚当晚，北冥揭开了我的红盖头，他话不多，只是静静坐在我身边，递给我一块包着仙药的神丹糕点，让我先垫垫肚子，一直等到深更半夜，他也没干别的。这时候我才回过味儿来，这位战神殿下居然不懂怎么圆房。在上一世里，我嫁给墨渊之后，那些亲密的事儿一直都是他主动的，我以为皇室子弟婚前都会学这些，没想到北冥竟然是个白纸。就在这时，天边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原本在给我会影像的北冥停了笔。我们回头一看，黑云滚滚，龙影若现，我知道那是墨渊成功蜕变了。消息传得飞快，大家都在感叹幽离命好，找了个夫君竟然是龙族的太子爷。人鱼族这下可热闹疯了，父王还特意点名让我带礼回去祝福。北冥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去，把手头的正事全推了，非要全程陪着我。大殿之上，墨渊换了一身威风凛凛的黑袍，头上顶着金冠，幽离紧挨着他站着，小腹已经微微鼓了起来。看我进门，他故意拔高了嗓门显摆：三妹啊，你嫁过去也有些日子了，怎么肚皮还没动静呢？别不是身子有问题，生不出来吧？北冥立马把我护在身后，冷冷地回对那些嚼舌根的人：是我的原因，暂时不想要孩子。幽离听完发出一阵阴阳怪气的冷笑，别人可能听不出那笑里的深意，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是在笑北冥没本事。毕竟上一世大家都骂他生不出蛋，现在换了墨渊就立马怀上了。
他自然觉得问题出在男人身上，我倒是一点都不在乎。前世丢了孩子的疼还在心里刻着，我确实没做好迎接新生命的心理准备。幽离像个胜利者一样，在墨渊怀里接受着各界的朝贡，随后在众人的注视下，坐上了龙族的豪华九龙车，成了人鱼族最风光的女人。父王看幽离怀了龙种，再看我这儿没动静，那脸拉得比海马都长。趁着北冥不在，他对我放狠话：你要是给麒麟族断了后，被人家赶回来的时候，可别想进人鱼族宫殿半步。我这父王偏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有人说幽离一句不好，他能把人打回原形，可对我他连一丁点的耐心都没有。北冥看出我心情低落，担忧地把我搂进怀里，问我是不是不开心。我仰头问他：你真的很想要孩子吗？北冥沉默了好久没说话，我也就没再追问，心想他连怎么同房都不知道，估计对传宗接代也没啥兴趣。直到幽离产卵的那天，不光是龙族，整个水界都在盯着这位太子爷的头一胎。可奇怪的是，这回别说漫天霞光了，连个像样的征兆都没有，跟我前世那种金光四射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幽离头一胎生了3颗蛋，被小心翼翼放在镶满宝石的窝里等着，结果第1颗蛋平淡无奇，第2颗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到了第3颗竟然裂了个缝，还冒出一股发霉发臭的味道。幽离生了一窝普通蛋的消息，转眼就传遍了四海八荒。原本大家都等着看神兽出世呢，结果看了场龙族的笑话，外头都在议论，说人鱼族根本不配生龙族的种，还有人损幽离资质太差，没资格孕育神兽。幽离嘴上不服软，见到姐妹们还是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这只是头一胎，下一回肯定天降祥瑞。平时跟他不对付的四姐直接戳穿他，你还生了个臭了的烂卵呢！幽离气的反手就是一个巴掌。那是我儿子替龙族挡了灾，用自己的命换了全族的平安，是了不起的英雄。我全程没说话，可幽离又开始冲我使劲。我知道他是嫉妒我前世能生出金蛋，他故意嘲笑我连蛋都产不出来，还要派龙族神医给我跟北冥瞧病。我冷淡地回他，我们感情好得很，只是现在不想要罢了。他又在那儿捂着嘴乐，该不会是三妹夫不行吧？可惜你要守活寡了。我语气冰冷地回敬他，你别以为攀上龙族就能随便诋毁麒麟一族的王子，加上其他姐妹也帮腔。幽离这才闭了嘴，虽然他表面过得富丽堂皇，但我知道私底下墨渊可没少折腾他，特别是墨渊修炼到了关键期，那种邪火全发泄在他身上了。果不其然，还没过1个月，幽离又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怀了2胎，这回都不用去看，我都能猜到结局，那一窝蛋肯定还是老样子，甚至比第1回还要臭。因为幽离根本不知道我母族的秘密，他以为前世我能生金蛋全是靠墨渊的基因强大，可他哪里知道，那全是因为我的功劳。我娘虽然是普通银鳞人鱼，可我祖上却是神圣的碧海人鱼，那种血统连墨渊的神龙血脉都比不上。正因为我有这种基因，才能孕育出那样的龙子龙女。由于幽离连着2胎都生出垃圾，墨渊在双方长辈面前直接给了他一耳光。你这个废物，娶你还不如娶只老王八。又是王八这个词儿，幽离2辈子都躲不开这个羞辱，他不敢跟墨渊叫板，只能把怨气全撒在我头上，觉得是我在背后搞鬼。看北冥对我好，他甚至冲上来想动手，觉得我一个小银鳞人鱼凭什么比他过得顺心。一向温和的北冥这回是真火了，一道金光闪过，幽离直接被打飞到墙角吐血，差点连原形都现出来了。北冥挡在我前面，冷冷地警告墨渊，管好你自己的女人，再有下回麒麟一族绝对不会客气。我离场的时候回头看了眼幽离，他那双眼睛红得吓人，满脸都是不甘心，咬着牙发誓说，我一定能生出真正的神兽。跟北冥结婚快1年了，我们一直相敬如宾，却没真正圆房，谁也没主动提这事儿。那天从家宴回来，北冥一把将我横抱起来，问我是不是累了。我盯着他的眼睛说，我们要个孩子吧。北冥当时就愣住了，眉头皱得死紧。我装作委屈的样子，问他是不是心里有别人，还是嫌弃我的出身。他一下子急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没有别人，我心里只装得下你。我追问他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他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低下了头。我其实是害怕，我母后以前是麒麟族最尊贵的王后，却在生我的时候丢了性命。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酸溜溜的。别家女子产子都是9死1生，我不想让你受那种苦，宁可这辈子没后，也不想让你踏进鬼门关。我被他感动坏了，拨了拨他的鼻尖，笑着告诉他我是人鱼族，生孩子这事儿对我来说特别容易。他半信半疑，我直接拉着他的手就进了卧房。北冥毕竟是战神学，什么都快，我稍微一指点，他的任督二脉就像被打通了一样。果然在不久之后，我便察觉到腹中那微妙的生机。当我牵着他的手附在我依旧平坦却已然散发着淡淡神力的腹部，告知他这里已经孕育了我们的第1个生命时，这位水界闻风丧胆的战神竟然眼眶微红，他颤抖着声音一遍遍地问我感觉如何，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恨不得化作微尘，日夜守在我的脏腑之间，只为确保我和孩子的一切安稳。为了让我即将到来的沉眠期过得极致舒适，他竟然不惜跨越禁忌，去那凶险万分的虚空缝隙中搜罗上古鲛绡，只为给我搭建一个世间最温暖轻柔的寝窝。甚至连那还未出世的孩子，他也亲手打磨了一个微小的玉盒，细心地垫满了最软的海云绒。可这种宁静很快就被恶臭的气息打破，幽离竟然带着墨渊再次大张旗鼓地闯入水麒麟宫。恰逢北冥去处理东海那边的公事，我只能独自面对。
对。这两个在前世将我拖入地狱的仇人，幽离那双充满嫉恨的独眼死死剜着我的肚子，他那扭曲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字里行间都在质疑我这孩子的血缘。他竟然恬不知耻地暗示说我们成婚这么久才有的动静，难免会让水界的人背后非议。我心中的怒火在那一刻瞬间点燃，我冷笑着，直勾勾地盯着他那张写满不甘的脸，毫不留情地刺穿他的虚伪。我直接揭露他那点卑微的心思，问他是不是因为前世没能怀上北冥的孩子，才在这儿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甚至故意用言语挑拨，问他是不是直到现在还对我夫君念念不忘。墨渊听闻此言后，脸色变得如猪肝般青紫，他眼底的嫌恶再也藏不住，粗鲁地将幽离推开，命令他滚出去寻找所谓的解酒神医，显然是想要避开旁人，与我独处。幽离在离去前，那充满诅咒的眼神，仿佛要在我的腹部钻出2个窟窿。他还在妄想着我们会前后脚临盆，笃定他这次定能生出震惊寰宇的神兽，而我只会生出一窝毫无生机的死卵。我看着他那无知的背影，只觉得可笑至极。他根本察觉不到自己腹中那个胎儿早已在墨渊暴力气息的冲击下变得死气沉沉，而墨渊此刻的行径更是让人作呕。他竟然大摇大摆地坐在属于北冥的宝座上，用那双满是欲望和占有欲的眼睛打量着我。他厚着脸皮追问我当年为何不选他，还大言不惭地要把我带回龙族，说要用龙族的秘术剔除我腹中北冥的血脉，好让我干干净净地为他繁衍后代。我厌恶地甩开他想要纠缠的手，面对他那令人作呕的非分之想，我毫不犹豫地抬手给了他一记清脆的耳光。可这个疯子竟然露出了变态的享受神色。就在他想要强行对我动武，甚至将守护我的侍卫全部打回原形之际，天际陡然降下一道足以划破黑夜的圣白光辉。那是北冥愤怒到了极致的神威，他仿佛从地狱归来的杀神，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毁天灭地的雷霆之势。墨渊在他疯狂的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只能狼狈地维持着最后一点太子体面。北冥挡在我的身前，那往日温柔的嗓音此刻变得如寒冰般刺骨。他向墨渊发出了最后通牒，若再敢踏入麒麟族半步，定要让龙族江山易主。墨渊虽然退缩了，却在离去前还要种下一颗怀疑的毒瘤。他故意大声询问北冥，如果这孩子真的血统不明，麒麟一族是否还能容得下你这个异类王妃呢？北冥没有给他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他紧紧搂住我的肩膀，用那坚定的眼神告诉所有人，他爱的是我奚落这个人，哪怕一生无子，也绝不容许任何人折辱我半分。为了防范这种卑劣的偷袭，他甚至耗费本源神力，在我的寝宫里留下了一道不灭的分身，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我和即将临盆的孩子。转眼3个月已过，人鱼族怀胎的周期极短，仿佛是天意的捉弄，我和幽离竟然在同一日感觉到了腹中的坠胀。当他在那边闹得鸡飞狗跳，整个人鱼族都在为他的第3胎屏息以待时，结果却再次成为了全天下的笑柄。墨渊看着那一窝不仅没有任何神光，甚至还带着淡淡霉味的普通蛋，终于彻底爆发了。他当着双方长老的面狠狠扇了幽离一耳光，那句老王八的羞辱让幽离在这一世再次坠入了同样的深渊。就在他对着我的寝宫方向恶毒的咒骂，断言我只会生出死胎的时候，原本灰蒙蒙的天际突然被一道道裂开的万丈金芒彻底撕碎。那种神圣且威严的祥瑞之气，如同一场洗涤灵魂的风暴，以我的寝宫为中心向水界疯狂扩散。北冥紧张的连手指都在颤抖，他根本不去看那3颗破壳而出通体流转着上古纹路的神卵，他的眼泪只为我此时产后的虚弱而流。他守在我的枕边，一遍遍确认我的安稳。而此时外头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各族的大佬们纷纷惊呼，那是千年难得一遇的上古神兽降世的征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本被轻视的庶女希洛，才是那个真正承载了碧海人鱼之魂，能够孕育出拯救苍生之力的天选之人。我那势力的父王，此刻恨不得跪着爬进麒麟族。他带着堆积如山的珍宝在殿外候着，全然忘记了当初是如何嫌弃我身份卑微，要把我逐出家门的狠话。这一刻，我感受到了前世从未有过的尊荣与快慰。我不仅是水麒麟一族的王妃，更是3个上古神兽之母。而幽离则在嫉恨中彻底丧失了理智，他在龙族的废墟中疯狂地砸碎一切能看见的宝物。他歇斯底里的咆哮，不明白为何命运如此不公。墨渊对他的厌恶也达到了顶点，他毫不避讳的从孔雀族纳了2个美艳的姬妾，在那纸醉金迷中将幽离彻底冷落，任由那几颗带有他血脉的普通蛋被丢弃在阴暗的角落里，任由侍女敷衍了事。父王这个心长偏了的老狐狸，居然还有脸跑来劝我帮衬幽离，他甚至厚颜无耻的要求我让出一个神兽给幽离抚养，好挽回人鱼族在龙族那里的地位。我看着他那副虚伪的嘴脸，毫不留情地吐出一个滚字。我告诉他，现在的我地位远在他这个人鱼族族长之上，想要我施舍神兽，简直是痴人说梦。哪怕他不认我这个女儿，我也绝不会让我的孩子踏入那肮脏的泥潭半步。可幽离并没有死心，他竟然趁着麒麟族举行大典的间隙，再次施展了那种阴损的手段。等我和北冥处理完琐事，赶回寝宫，发现蛋窝里那原本璀璨夺目的3颗神蛋，竟然只剩下1颗孤零零的在那儿。
散发着哀鸣，我整个人几乎要崩溃。北冥的杀气瞬间笼罩了整个海岛。我们封锁了消息，在翻找窝里的痕迹时，发现了一枚沾染着幽离独特法力波动的火光碎片，又是蚀骨毒火。这个毒妇竟然敢再次对我的孩子下这种死手！我和北冥在那一刻彻底化身修罗，我们直接杀到了龙族的议事大厅。墨渊还在那儿演戏，想要掩盖真相，甚至还想对我动手动脚。北冥根本不再多说一个废话，一道足以将宫殿化为齑粉的金光直接轰向了龙族的宝座。就在僵持不下之际，我决定动用碧海人鱼一族那禁忌的母子感应。我深知唯有剧烈的本源震荡才能唤醒尚未破壳的神兽。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我夺过了北冥手中的神兵，毫不犹豫地刺向了自己的腹部。当那嫣红的血液飞溅而出的瞬间，原本死气沉沉的偏殿密室里突然爆发出了一声能够震碎神魂的叫声。那万丈彩光直接冲破了宫殿的穹顶，两只鳞甲如碧波般瑰丽的碧水麒麟盘旋而上，它们那足以焚尽世间污秽的冷火，让整个龙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惊恐。这就是我的孩子，他们感应到了母亲的危机，提前破壳而出，守护在我的身侧。墨渊终于看清了幽离带给龙族的是何等的灾难，他反手一记重击将幽离山的神魂动摇，而我则在孩子那充满生命力的神光洗礼下，伤口瞬间愈合。我依偎在北冥宽厚的怀抱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对跳梁小丑，当众宣布要让龙族为这次的偷窃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二天，墨渊便带着整个皇室的降书，跪在了麒麟族的大门前。他那卑微乞求的样子真是令人作呕。而幽离则被墨渊彻底废掉法力，像条死鱼一样被丢回了人鱼族冷宫，成为了水界最卑贱的弃妇。正当我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寝宫里那第3颗金蛋也在那个寂静的深夜绽放出了极致的光芒。那是100万年才得一见的千灵瑞兽，它的出现让万兽朝拜，甚至连远古的禁忌都被惊动。水麒麟一族凭此神迹，彻底确立了万族之首的无上地位。在后来的庆功盛宴上，幽离和父王竟然还想通过自残的方式博取同情，甚至妄图在酒水中下毒来夺取我的圆珠。可他们太小看神兽的力量了，幽离甚至还没来得及靠近我的桌案，就被麒麟喷出的冷火烧断了手脚。北冥这一次没有再给任何情面，直接将幽离关进了那个日夜受火刑煎熬的炼狱，直到他在那绝望的惨叫中化为一滩黑灰。那负责看守的兵卒为了讨好我们，竟然还将幽离的圆珠剜了出来，作为人鱼族没落的祭品送到了父王的榻前。老头子被这一幕生生吓得疯魔，下半辈子只能在胡言乱语中度过。而我此刻躺在海岛的秘境的草地上，看着北冥正笨拙地教孩子们如何控制冷火，感受着腹中再次律动的第2胎小生命。我终于明白，这一世的涅槃重生才是我作为碧海人鱼皇族真正开启的辉煌篇章。那些曾经的血与泪，终究都化作了这一路繁花似锦的养料。自打幽离陨落之后，水麒麟一族的威望简直达到了水界的顶峰。我那3个宝贝疙瘩长得飞快，特别是那2只碧火麒麟，整天在云层里追逐嬉闹，偶尔喷出一口冷火，都能把远处的荒山变成福地。而最稳重的千灵瑞兽却像个小大人一样，整日守在我的寝宫门口。谁要是敢大声喧哗，他那金色的鳞甲一闪，保证让对方立刻变得老老实实。北冥现在成了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除了处理族中事务，剩下的时间全粘在我身边，恨不得把我当成瓷娃娃供起来。原本那股子冰冷的战神气息，在面对我和孩子的时候，全化成了绕指柔。有时候我看他笨手笨脚的给孩子整理鳞甲，心里就觉得这辈子算是活够本了。可这日子过得太顺，总有人心里不平衡。龙族那边自从墨渊丢了城池和灵丹，加上之前那几窝普通蛋长成了废物，整个龙族的地位是一落千丈。墨渊现在整天喝闷酒，听说他把那2个孔雀族的小妾也打发走了，整个人变得颓废不堪，甚至还厚着脸皮给麒麟族送过信，说是想看看我的孩子。北冥看都没看就把信烧成灰。随着我第2胎的月份越来越大，麒麟族内外的守护更加严密了，因为这回我肚子里的动静竟然比第1回还要大，整日里我都能感觉到有一股纯净的神圣之力在体内流转。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的背后甚至会隐约浮现出碧海人鱼的虚影，那是血脉彻底觉醒的征兆。就在我以为能平平安安生产的时候，人鱼族那边传来了父王病危的消息，说是想在临终前见我最后一面，把人鱼族的至宝传给我。北冥冷哼一声，觉得这里头肯定有诈，但我想着既然要断，那就断个干干净净。于是我带着3只神兽浩浩荡荡回了人鱼族。到了人鱼族大殿，父王躺在病榻上，瘦得只剩皮包骨，看见我回来，他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颤抖着手递给我一颗黑色的珠子，这是人鱼族历代守护的魂珠。可我刚一伸手，那魂珠里竟然钻出一股黑烟，那是墨渊的龙气。原来这2个老狐狸竟然联手了，想趁着我怀孕虚弱，强行夺取我的神圣血脉。我还没来得及出手，3只神兽瞬间爆发，2只碧火麒麟口吐冷火，直接把那股黑烟烧成了虚无。而千灵瑞兽发出一声怒吼，强大的威压直接把整座大殿的房顶掀飞了。墨渊从后殿狼狈地滚了出来，父王也吓得直接从床上摔了下来。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语气冰冷到了极点。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亲情和底蕴吗？墨渊还在那儿做垂死挣扎。我才是这天下未来的主宰，只要拿了你的血脉，我就能突破神龙极限。我冷笑一声，让千灵瑞兽直接给了他最后一击。金光闪过，墨渊那引以为傲的龙筋被生生抽走，
彻底变成了一条废胶。至于父王，我收走了他的所有法力，让他以凡人之躯，在人鱼族的冷宫里自生自灭。经此一役，再也没有人敢对我有半分非分之想。我顺利的诞下了第二胎，这回竟然生出了2颗纯白色的蛋。破壳的那天，天地间百兽朝临，万人鱼臣服，出来的竟然是2只通体雪白的神人鱼圣嗣。北冥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搂着我，在我耳边低语：希洛，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往后的日子，我们依旧住在水麒麟一族的云端海岛深处，看着5个孩子在天地间自由翱翔。我也终于明白，出身从来不是决定命运的枷锁，只有那颗守护至亲的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让人走向真正的巅峰。那些曾经的苦难和折磨，早已化成了尘埃，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而我们的幸福才刚刚开始。自从我生下那2只雪白的神人鱼圣嗣之后，整个水界的格局彻底变了。以前大家觉得水麒麟一族只是战神厉害，现在放眼望去，我家里那是满地的神兽在跑，2只碧火麒麟整天在后山练喷火，千灵瑞兽在天上巡逻，2只白嫩嫩的圣嗣幼崽，虽然看着斯文，但只要稍微动一动尾巴，整座海岛的灵气都要跟着颤3颤。北冥现在那是彻底成了护妻狂魔，除了照顾孩子，就是变着法儿的给我搜刮补品。无论是什么万年珊瑚果，还是深海里极其罕见的鲛人类，只要是对我身子有好处的，他就算跨过千山万水也要弄回来。记得有一次，我随口说了句想吃极北之地的雪莲，这男人二话不说，当天晚上就顶着一身风雪，把那朵还在滴水的雪莲送到了我床头。他就那么专注地看着我吃下去，那眼神里的温柔，简直要把我整个人都融化了。就在我们过得逍遥快活的时候，水界的边界却出了乱子。之前一直蛰伏在暗处的魔族，看到龙族倒台，觉得有机可乘，居然集结了数万魔兵，想要冲破禁制，抢夺麒麟族的领地。那些魔将一个个长得青面獠牙，竟敢叫嚣着要让北冥把神兽交出去，否则就要踏平整个水麒麟岛。消息传回宫里的时候，我正陪着孩子们在海边戏水，北冥正打算披挂上阵，结果我那3个大孩子不乐意了，2只碧火麒麟拍着翅膀飞到北冥面前，叽叽喳喳的叫着，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想替爹娘去教训那些没长眼的。千灵瑞兽更是直接，金色的鳞甲一抖，化作一道流光就冲向了边界。我跟北冥对视一眼，虽然有点担心，但也想看看这几个小家伙到底学到了多少真本事。于是我们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等我们赶到边界的时候，眼前的景象简直让我们目瞪口呆。数万魔兵被困在一团巨大的离水神阵里，2只碧火麒麟像闪电一样在阵中穿梭，每过一处就是一阵魔族的哀嚎。而千灵瑞兽更是霸气，它站在云端之上，千片金鳞散发出万丈光芒，每一道光芒落下去都能把一个魔将的魔核震碎。那些魔将刚才还威风凛凛，现在一个个跪在地上求饶，连头都不敢抬。就在这时，魔族的一位元老突然发难，使出一招阴毒的魔火，直直地冲向了年纪最小的2只神人鱼圣嗣。我看都没看，冷笑一声，轻轻一挥手，但原本气势汹汹的魔火在我面前就像是遇到克星一样，瞬间化为了虚无。我体内的碧海人鱼血脉彻底沸腾，背后浮现出一尊顶天立地的神圣虚影，那虚影发出一声无声的怒吼，直接把整个魔族的军心震散了。我盯着那个魔族元老，声音不大，却传遍了每一个角落。既然敢动我的人，那就留下你的命来赎罪。话音刚落，2只白色的圣嗣幼崽突然动了，他们的身影诡异的消失，下一秒那个魔族元老就被死死的勒住脖子，还没来得及求救，整个人就化成了漫天的飞灰。这一战让整个水界再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神阶压制。魔族从此以后别说进犯了，就算听到麒麟族的名字，都要吓得躲在老巢里发抖。解决完魔族的事，我带着孩子们回了趟人鱼族旧址，那里现在已经是一片荒凉，曾经辉煌的宫殿长满了海草。我走进那座冷宫，看见父王正坐在石凳上发呆，他看见我，眼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嚣张，只有无尽的悔恨和恐惧。他想跟我说话，却因为法力尽失，嗓子早就哑得发不出声音。我看着他，心里却一点波澜都没有。这些年他为了偏心幽离，做了多少伤害我的事，如今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我随口一挥，在冷宫周围布下了一个迷踪阵，让他这辈子都无法踏出这里一步，却能眼睁睁看着麒麟族越来越兴旺，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至于墨渊，那条废蛟在深渊里苟延残喘，听说他整天对着幽离的画像忏悔，后悔当初为什么没选我，觉得如果选了我，他现在就是万众敬仰的龙族共主。我听完只觉得好笑，墨渊这种人永远只爱他自己，他所谓的后悔，不过是后悔丢了权力和荣华富贵罢了。回到麒麟族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开始有了自己的心思。2只碧火麒麟嚷嚷着要去游历水界，千灵瑞兽则成天跟在北冥后头学习处理政务，看样子是想提前接班，好让他的爹娘早点去周游世界。那2只圣嗣幼崽最是黏我，整天围着我讨要糖果吃。北冥牵着我的手，走在开满神花的后花园里，他突然停住脚，从怀里掏出一枚流光溢彩的戒指，这是我亲手用神石打造的，里面刻着我们2个的名字。他眼神专注地看着我，希洛，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不管以后还有多少个千万年，
我都只想守在你身边。我笑着接过戒指，看着那5个在草地上追逐打闹的身影，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这一世，我不仅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还拥有了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家。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现在回头看看，不过是成长的垫脚石。在这水界的顶端，我们将开启一段属于我们的永恒的传奇。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几百年又过去了，我那几个孩子都成了水界响当当的人物。有一天，大儿子千灵瑞兽突然跑来找我，神色变得有些古怪。他吞吞吐吐地说，他在凡间历练的时候，好像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秘密，说是凡间有个小国家里面供奉的神像，长得竟然跟幽离一模一样。我眉头一皱，按理说幽离早就神魂俱灭了，怎么可能在凡间还有信徒？北冥也觉得这事儿不简单，决定亲自带我下去瞧瞧。为了不惊动别人，我们换了一身凡间的衣服，把自己伪装成普通的富贵人家，带着那个发现秘密的大儿子，悄悄下到了凡间。那个小国家叫乌月国，地处偏僻，四周都是浓浓的毒雾。这种环境对凡人来说是死地，但对我们人鱼族出身的人来说，简直就像回了家一样。我们走进那座神庙，里面的烟火气重的呛人，正中央确实立着一尊神像，虽然穿着华丽的衣裳，但那眉眼间透出来的阴狠劲儿，确实跟死去的幽离如出一辙。就在我们打量神像的时候，一群穿着黑袍的祭司走了进来，他们对着神像又是磕头又是念咒，嘴里喊着圣母降世，保佑他们长生不老。北冥冷笑一声，一眼就看穿了这神像的猫腻，原来这神像里竟然寄居着一丝残缺不全的龙气，还有一股子腐烂发臭的鱼腥味。我想起来了，当初幽离死的时候，墨渊不是在深渊里对着他的画像哭吗？估计是墨渊那废胶用了什么损人不利己的龙族秘法，强行聚拢了幽离的一丝残魂，然后把他丢到凡间这个毒雾弥漫的地方，想靠着凡人的香火和供奉帮他重塑肉身。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天理难容。凡人的寿命本来就短，那些所谓的供奉其实是在透支百姓的精气神。难怪我们进城的时候发现这里的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神呆滞，就像是被人吸干了元气一样。我心里那股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幽离这个女人，活着的时候祸害自家姐妹，死了居然还要祸害凡间的百姓，这种毒瘤绝对不能留。北冥刚想动手拆了这庙，我拦住了他，这种垃圾哪用得着战神亲自动手？我转头看了看大儿子千灵瑞兽，心领神会，往前跨了一步，原本伪装出来的凡人气息瞬间散去，一股霸道无比的瑞兽神力直接把整座神庙震成了粉碎。神庙倒塌的瞬间，那尊神像里传出一声尖锐的惨叫，一道暗淡的红影想要往毒雾深处逃，我怎么可能让他跑掉？我随手甩出一道碧海神劲，把方圆百里直接锁死。那红影撞在禁制上，惨叫着现出了原形，果然是幽离那张扭曲的脸，看起来比鬼还要恶心。他看见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疯狂的恨意，他尖叫着问我：你为什么总是不肯放过我？我都已经躲到这穷乡僻壤了，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我冷冷地看着他，告诉他不是我不放过他，而是天道不容他用凡人的命来养这副残躯，早就该想到有今天。就在这时，墨渊那废胶居然也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他现在老得不像话，还在那儿挡在幽离前面，求我放过他，说他愿意用命来抵债。我看着这两个抱成一团，只觉得一阵反胃。以前在龙族的时候，他把幽离当成垃圾丢回来，现在又在这儿装什么深情？大儿子千灵瑞兽可没有我这么多废话，他直接祭出神鳞，一道纯净的金光劈下去，墨渊和幽离那点可怜的残魂在神光中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就彻底化成了飞灰。这一次是真的神魂俱灭，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了。处理完这两个祸害，我顺手把这里的毒雾也给净化了。原本死气沉沉的乌月国瞬间洒满了和煦的阳光，这些被吸了精气的百姓慢慢清醒了过来，对着天空不停地磕头，嘴里喊着真神显灵。我们没多待，拍拍屁股就回了水界。这一趟凡间之行倒是让我的大儿子成长了不少。回宫之后，这孩子做事更有分寸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知道硬拼。北冥见状，干脆把族里的日常事务全甩给了他，自己则拉着我躲进了一处新开辟的秘境里，过二人世界去了。那秘境里长满了各色奇珍异草，还有一汪清澈见底的仙泉。我们在泉水边搭了个简单的小木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看云，渴了就喝一口仙泉水。那种平静安稳的日子，真是给个天地都不换。北冥有时候会枕在我的腿上，跟我讲他小时候在麒麟族打仗的故事，我则跟他讲我前世受的那些苦。讲着讲着，那些不好的记忆似乎都变淡了，只剩下眼前的甜蜜。他握着我的手轻轻吻了吻，说接下来的日子要带我要去更多的地方，去看水界的奇景，去吃遍天下的美食。我笑着点头，心里在想，不知道我那几个孩子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伴侣，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一见钟情，白头偕老。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造化，我只要守好我的幸福，守好我的北冥，这辈子就真的圆满了。